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我来日本这段时间前后一共办理的几张银行卡。首先第一张向大家推荐的就是Suica卡。Suica卡的申请很简单，只要你有苹果手机不是日本的也可以，全球发行的苹果手机都是可以的。我们打开苹果自带的钱包应用，然后添加交通卡，在这边就可以看到Suica卡的标志，然后我们直接去点击充值就可以使用了，非常简单。Suica卡是加东日本公司发行的一张交通卡虽然说它是交通卡，但是它除了能够坐车付车费之外，它还可以在日本大部分的便利店还有很多的商场去使用。强烈推荐准备来日本的小伙伴来进行申请。而且Suica卡的充值非常的方便，使用国内的外币信用卡就可以进行充值。我使用Suica卡的原因，除了它方便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目前正在使用的是美国运通的绿卡信用卡。这张信用卡所有的交通类的消费都会有3倍的积分。按照运通信用卡 1.6 美分的估值的话，那么3倍积分的话，基本上都会有 4.5% 左右的一个刷卡的回报，这个回报率是非常非常高的。Suica卡是目前我来日本之后使用率最高的一个卡我自己是把它添加到了苹果的手表里面了，这样的话一按就可以进行刷卡，非常非常的方便，非常非常的方便。目前的话，它的实体卡已经停止发行了，但是在淘宝上面的话，大家应该还可以找到实体卡去购买不过个人的话还是比较推荐直接在苹果钱包里面去添加，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第二张办的卡就是日本的手机卡因为不论在日本做什么的话，手机卡肯定是少不了的。办手机卡很简单，大家只需要拿上自己的在留卡，去任何一家营业厅去办理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话，在留卡的背面一定要先去市役所登记好地址，然后才可以使用。如果说没有地址的话，是没有办法去正常申请的。除了去营业厅申请之外，大家也可以直接在网上然后去申请实体卡或者说 eSIM 卡也是可以的。eSIM 的话审核通过就可以立刻下载使用。具体怎么申请，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之后会考虑做相关的视频。日本手机卡的运营商我选的是 Y-Mobile， 它是软银旗下的子品牌，在线下网点也很多，而且还可以直接申请网银的宽带，可以享受一定的优惠。接下来我办理的是日本的银行卡。日本的银行卡的话，办理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因为很多银行的话，它开户必须要有一定的入境时间的要求我这边是咨询了语言学校的老师之后，他们给我推荐了长野当地的银行82银行。如果说大家办理的话，最好就是办理在家附近或者说读语言学校附近的银行开户因为看到有网上的小伙伴反馈，如果说距离自己家或者学校比较远的银行，它可能会拒绝开户，最好的话就是距离比较近的网点去开户开户的时候也很简单，只需要带上在留卡还有护照，语言学校读书的话带上学生证，基本上就可以开户成功了。然后我这边开户的话，开户还要带上一个中国的身份证，它是要去核对一下身份办理的话全程不会日语也没有关系，日本的国际化还是比较高的。像我这边的一个3线的小城市，所有银行开户的客户经理即使不会说英文或者说中文，但是他们都会有翻译器，通过翻译器进行沟通也是完全没有障碍的开户的流程也很简单，只是签几个字，然后盖上自己的印章就可以了然后日本银行的开户它会有一张提款卡就是这张卡提款卡给到我们。这张卡的话它是只能在 ATM 上是取钱存钱用的，它是不能消费的需要消费的话还需要向银行另外去申请一张借记卡这张借记卡的话是可以用来刷卡，但是不能在 ATM 上去取钱存钱这个是和中国的金融系统不一样的。银行的话，大家除了本地银行开户之外，也可以去选择开网上银行，比如说像乐天银行啦，还有新生银行这些，但是他们都会有一定的入境时间的要求推荐在入境半年了之后再去申请，通过率会比较高一点接下来的话，我是申请了日本梅毒的一个信用卡梅毒的话是日本的一个二手交易平台，其实和国内的闲鱼是差不多的。它除了在日本之外，在美国也有自己的网站梅毒信用卡的话，我自己的申请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
注册好煤炉账户，然后用在留卡进行实名认证，直接在手机卡上进行申请就可以了。提交大概1个工作日就可以通过了。虽然说通过之后额度只有1万日元。这张卡的话，在煤炉购物有1%到4%的返现，它会根据我们的购物记录来提升返现的比例，最高是4%。除了在煤炉购物之外，它的实体卡还可以在任何支持 GCB 的刷卡机上来进行刷卡消费，是1%的返现。接下来我申请的就是Wise。Wise 的话，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它是跨国间的一个汇款工具，而且它还提供了一个实体卡，可以用来消费和 ATM 取现。我自己的话，早在3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做过 Wise 的一个教程了。它之前还是叫 TransferWise， 后来改名了，改成叫 Wise 了。用 Wise 的话，可以很方便的在国际间进行资金转移。比如说我要给中国的家人汇款，我就可以用日本的银行账户给 Wise 充值，然后汇款到全球任何地区。中国也是可以接收 Wise 的汇款的。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用 Wise 是无法从中国汇出钱的。这张日本的 Wise 卡是从新加坡发货寄出来的。我申请 Wise 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纯收藏的。来日本之后，我并不需要进行资金的转账，因为我有更好的资金流转的方法。我自己目前是有嘉信理财还有富达基金的一个现金管理卡，这2张卡都可以在全球任何地区免手续费取现。我现在目前在日本的所有的日常花费，如果说需要现金的话，都是从富达基金的这张卡上面取钱出来的。现金放在富达基金的账户，它是有3%左右的现金的利率的，而把钱放在日本的银行账户是没有利息的。所以说用富达现金卡作为现金管理工具是非常推荐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观看富达基金的一个申请教程。富达基金的现金管理卡，它唯一不方便的地方就是取现的额度每天限额是500美元，合计差不多是7万日元，应付日常的花销是完全够用的。但是如果有大额消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完全是去刷信用卡的。在日本的话 Visa、万事达还有美国运通支持度都是非常高的。在一些网购的地方的话Visa 还有万事达的外国发行的卡，它可能会被拒绝。但是的话，用美国运通，我目前还没有发现被拒的地方。美国运通在日本它也是有分公司的。日本运通和美国运通，它整体的一个互联互通性还是非常好的，只要支持刷卡的地方，基本上都支持美国运通的卡，所以说是体验是非常的好。那么我申请的第3张卡就是 Revolut。Revolut 它主要是提供虚拟信用卡的功能。这张卡的话，它使用前必须要先充值进去，而它充值的方法用信用卡。日本的信用卡、美国的信用卡和中国的信用卡都是可以去进行充值的，然后也可以用借记卡或者银行账户也可以进行充值。银行账户是必须要日本本地的才可以。信用卡充值的钱是没有办法转账提现，只能消费。借记卡和银行账户充值的钱是可以转账和提现的。那么这张卡有什么用途呢？比如说在日本一些不支持美国信用卡地方的话，我们就可以先用美国信用卡充值到 Revolut， 然后再用 Revolut 的日本卡来进行消费。另外我使用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是有虚拟信用卡的功能。Revolut 的账户申请下来之后有3张卡，首先第1张就是实体卡，可以用来线下刷卡，免费的另外它也提供金属卡，申请是要有费用的。第2张卡是虚拟卡，可以用来网购。第3张卡是一次性卡，可以用来网购，使用1次就会失效，特别适合用于网购、注册服务、验证用。一次性卡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以上就是向大家分享的我来日本的这段时间办好的几张卡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做一个参考。如果说大家想了解具体的申请使用的过程的话，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我之后会考虑做相关的视频。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分享，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点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视频的更新啦。那我们下期再见。